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拿了多少钱财，值得把自家性命都搭进去？郎君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司空，下官交代，下官都交代。没机会了，拖出去，行军法，斩！司空，下官都交代。司空，本官是司空，你不能杀了本官，司空。不请王命，擅杀知州，这九郎的胆子何时变得如此大了？事急从权罢了。不杀欧阳宽，何以震慑温州上下管理辽族啊？倘若这些人在背后弄鬼作妖，行营这3、4万大军，不用接战，就已经军心浮动了，那这一仗也就不用打了。等打完了仗，这些事情自有大王和相公们善后。眼下这情形，福州城内外这根弦怕是绷得差不多了。军师已足，迟则生变，当战则战。九郎君自永嘉盐场给相府来了2封书信，请留粮米5万斛，以解温州诸县粮荒。臣与明远商议了一番，算上先前6州都转运司运往东南行营的粮草，军中已有将近1岁之粮，军食充盈。九郎君之请，可以允之。都是参合九郎跋扈、专权擅杀的，议吧。其实事机紧急，东南行营大军断粮在即，九南军夺知州之权，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事关军务，还是得听一听养公和水秋公的说法。只是欧阳宽毕竟是大王亲授的一番治民官，便是东南行营的2位帅臣，不请王教，亦不得加以行诛。九南军此举，确有擅权之嫌了。那是一州知州啊，不请教命，不经司法，说杀便杀。就是老王开国以来，何曾有过如此恣意跋扈的王子啊？如今不是有一个了？儿子，我是想不通，九郎君自幼便有顽劣之名，荒唐胡闹有份，从来与朝堂政事无干。此番从征，挂了一个官军容使的名分，也不过是想借助他的宗室之身，往日后遥领外郡有个名义上的凭借，何尝有让他恣意逞张、拳打脚踢的意思？他再如此妄为无度，落在中书相公的眼里，无非是跋扈2字罢了。可要是落在大王的眼睛里，却是天大的忌讳。这种明白浅显的道理，这位九郎难道他不懂吗？你懂吗？啊？你懂道理吗？你说的那些道理，都是死一人的道理，顶多也就是灭一家的道理。
这是打仗，傻儿子，不是死一人一家灭一门一族，死万人灭百族，亡一国的买卖。这是打仗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。连日大雨，河道水患，粮秣断绝，数万大军孤悬敌境，随时有覆灭之危。要凑出20万斛粮食运抵军前，地方官不准提调，前言掣肘，哪有那许多时间慢吞吞打笔墨官司？军国大事当前，万事皆得从权。国公也是老军务了，这样的道理，难道不懂？吴正臣，老夫何尝说过九南军不该权宜？老夫要说的是，他不该擅自杀人啊！那往后帅臣们一个个有样学样，每逢出征便杀几个蜘蛛县令来祭旗，那这天下还要法度何用？再有，大王，以都转运司纪一文字掌益州之政，臣亦以为不妥。数县的钱粮刑狱、官吏咸鱼、民生政务，岂是一个小小的纪一文字所能为之？朝廷用人，任官有法度，有臣力，还有故事，岂得任意胡为啊？明远以为呢？欧阳宽之事，东南行营也好，九郎军也罢，尚无详实禀奏，其中内情尚不明白。臣此刻胸中亦无评断。不过国公方才有一句话说的却是对的：知州之任，非借机宜堪以承当。大军征战可以权宜，然则朝廷用人任官。温州乃6州专营司所在，干系东南行营良资供给，如何权宜不得？郑成功，九郎军任机宜为知州，乃是因大雨承载道路不通，与中枢音讯隔绝之故，虽然不妥当，却是非常之时的不得已之为。如今雨停了，粮道也通了，人事全选，还是要依法度，守成例，循故事。大王，此事绝非寻常权政。如今大战方寒，大军粮秣调转，事务繁剧，全在九郎一人肩上。若是罢了崔某的知州，就等于当众打了九郎军的脸面。臣恐温州上下官佐闻知此事，会以为朝廷失了对九郎的信任，会更加蛮汉欺上，阳奉阴违。若是误了东南行营的良资，是要出大事的。明远以为吴相公说的有道理吗？郑成功所言极是，故臣以为当明法教民，罢崔某，全体点温州军府使差遣，擢为临海令，仍留任都转运司，记忆文字。在战事终了，再赴台州履任。此外，善则守臣，全知温州，兼领6州都转运司副使之职。新任温州知州无论是谁，话都要提前说明白。温州此时最大的政务，便是军务。温州与东南行营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这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言。诸公所言，皆是正理，都是谋国之言。便依袁学士所奏。
谢大王，臣奉教。8品升7品，恭喜子谦了。临海市富国县，不是7品，是6品。哦，全赖郎君提拔，人纪当竭力报效。那更要恭喜了，只是眼下你还走不得。下官自然行得。长乐府那边战事方悍，转运司这里事务纷繁，千头万绪。崔某纵是再不成人，也不能于此时弃郎君而去。说来惭愧，下官读了这些年圣贤书，临到办事才知道，伐国不与谋书生。在郎君幕府这些日子里，于治政用事实在不及沈兄于万一，却侥幸得了这样一个大便宜，越过了沈兄去。人纪心里有些不安啊。倒也不必不安，沈兄是国士，他不在意这些。谢郎君。这就是了，就这么干干的，真不去帮忙，操什么心？我就没些事。陆远珠，你若再不上阵，我便一剑剐了你！广公，您就是把我们这些人都碎剐了，小人们也不敢违了都头的将令。临行之时，都头交代的明白，小人们的这趟差遣就是保护管沟的安全。您身上但凡掉了一根毫毛，哎呀，我们这些人脑袋都得跟着搬家呀！听你家都头的，管个屁用！听他的，这一仗能打得赢吗？你没看见我们的水师叫贼人堵在了滩头吗？敌人全都披了甲，我们的人都没披甲，要上了岸才能披。水师若是上不得岸，这一战怎么打都是输。一旦水师上了岸，我们才胜券在握。带着你的人往那里冲，只要引得敌人的甲士回兵，我便记你一大功。哎呀，不是我们不想打呀，立战功谁不想呀？但是违了都头的将令，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没了，天大的功劳也没处消遣去，是吧？尔等若是再不上阵，我即刻自降。本官的命没了，尔等的命和一家老小的命也全都难保，还不快去！管公，你不要逼我们，绑了！真当本官不敢吗？尔等若是对本官无礼，本官便嚼了舌头给尔等看。此刻若是上阵者，无论有无杀敌，本官皆按2颗首级给尔等上报军功。胆敢怯战者，砍了头颅挂到辕门之外，一家老小皆发配与虚名为奴。小二马三，好，保护好管公。周慎都，到，随我击敌。是。哎呀，我不用你们管，你们快去，快去呀！哎呀，别去了，走吧。王兄，杨太尉和水舅公自长乐府发回了捷报，白霞浦大捷还附了秦公的名册。九郎，确实九郎。他不是在永嘉盐场吗？何时跑去阵前了？九郎一直在永嘉盐场，并未曾去得阵前。那这斩首70级，如何来的？依着阿翁时候定下的规矩，一都兵士若是斩首10级，
则都头的军功折半计算。九郎虽未曾取得阵前，却兼着忠顺都的都头，即使报了斩首70级，便是忠顺都斩首140级的意思。这军功啊，未免也来得忒容易了些。其实大家都明白，说是军功，却是军中的诸将抬举九郎，当不得真。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军中诸将肯分润功劳给他，可见九郎这段日子做得不差。否则，这些囚霸都是厮杀汉子，功劳都是拿身体和性命换来的，干练着官爵和赏钱。他若是不待见你，管你是九郎还是十郎，一分功劳都未必肯分于你。温州、知州的人选议定了没有？吴相公和袁大参见了同一人，但国公那边却有些异议，一时争执不下。他们见的谁呀？沈温琪。卢辛苦啊！吃饱饭，早歇息啊！卢辛苦啊！早歇息啊！早歇息。早歇息。早歇息啊！劳烦盛仙儿。别好了。来，劳烦盛仙儿，多谢盛仙儿。卢辛苦，卢辛苦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吃饱饭，早歇息。来，多谢盛仙儿。罪臣沈文琪见过七郎君。当朝名士来挖湖泥，难为是君。太湖鱼高，祸患连年，辽县都的将士们3代人都在挖湖泥，日日如此辛劳，也不见有什么难为的。颜念君子，温其如玉，难怪大哥当年看重于你。大郎君可还安康？大哥受王命居府读书，3、4年不曾走马劳动，无病无灾，倒是胖了有10几斤。日子可是比你过得舒服多了。既如此，还望郎君代慎某向大郎君问安。不忘故主，君子之志节。然则你自家尚且身处嫌疑之地，罪责未免，总该稍稍在意些。若是叫有心之人能够在大王面前奏你一本，即使王兄圣明，不至于因此厌弃了你，总是免不得麻烦。郎君此番是专为慎某而来。大王有教，慎温琪跪听。罪臣慎温琪，恭领王教。辽遣都慎温琪财运六韬，小通经史，先王在日，颇多褒誉。可又补缺内供奉，全知温州军府事，亲服于命，毅力乃成。罪臣慎温琪，参见大王。这几年在太湖边上吃了不少苦头吧？日出而作，日暮而息，修堤坝，挖湖泥，每餐1碗老米饭，臣是文官还能多上1条鱼。无政务之烦难，无案牍之劳形，每日里为儿郎们写家书，教他们识些文字。陶渊明采菊南山，日子也不过如此了。这是马院姑闲置了他们。罪臣不怨大王。是不怨，还是不敢怨？臣入仕是为了做事，
在杭州是做事，在太湖也是做事，在内衙军是做事，在辽遣都也是做事。只要有事可做，罪臣便于愿已足，没什么可怨的。哼，你倒是名士风范，倒是孤有些小家子气了。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温州的事你都知道多少？欧阳宽贪比不能事物，量侠不能容人。在王都为供奉，方可借其才而避其短；为州县亲民官，则必坏大政，苦役方之民生。九郎君以雷霆手段诛之，不为讥讽，不避嫌疑，行政治事已有大郎君当年之风。你说九郎不避嫌疑，你如此大咧咧的在顾面前提及大哥，便不该少避嫌疑了。臣在大郎君幕府有年，深知其人并无非分之妄，当年之事事出有因，行格事尽，大王不得已而为之。拨逆反正乃迟早之事，此事大王心知之，臣亦心知之，又何来嫌疑可避？人言水秀公玉卿，国中二君子，此言不虚。水丘公国家宗器，社稷柱石，臣不敢与之并言。此去温州，卿当助武帝一臂之力。臣必鞠躬尽瘁，恪尽所至。下官六州转运副使温州知州慎文琪见过九郎君。如玉先生，我猜了这许多天，万万没想到六哥会让如玉先生来接掌温州政事。哎，子谦，这可是号称我吴越国中二君子之一的慎如玉慎先生，他的文章和才学，已故的皮相公都是称许的。下官崔仁季见过如玉公。崔君有礼。定胜高哦。崔君切莫听九郎君舌灿莲话。当年在杭州先王诸子之中，当属九郎君这张嘴最会哄人了。看看我带的家乡的点心能不能堵上你这张嘴。这段日子真是苦透我了。前面数万的大军，天大的干系压在我这个余丈子身上，啊，还要顾着后面六州的民生，这担子也太重了。不过如今好了，如玉先生来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歇一歇了。啊，郎君却是休想。郎君还道自己是5年前瑶台院里那个不管不顾的宗室少年吗？即使已经担了这天大的干系，此时想要歇息，却是已经迟了。便是战事终了，江东南面的行营撤了，郎君也自然会接到新的差遣，还想似往日那般无忧无虑，怕是再也不能了。先生容我片刻欢喜又能如何？这般实诚也太不唏嘘人了。
还有，州县的这些华官胥吏，实在是一个让人省心的都没有。你稍稍松松眼睛，便能弄出来一大摊子烂事来。啊，先生知道，我素来不是个勤快的，可这段日子，我是连大口气都不敢喘呀。真不知道王兄这6、7年的时间是如何熬过来的。一家有一家的难处，一人有一人的做法。大王明锐刚宪，奸邪小人不能欺之。所谓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看得太明白，便难免会事必躬亲，日子长了，难免于圣功有损。谁说奸邪小人不能欺之？那程昭月分明就是奸邪小人，害了大郎兄不说，还要置先生于死地。那如今不也好端端做着内都监使吗？做了官还要做生意，将一个州的粮食全都卖光了，坏了4个县的吏治啊！王兄，不照样是信重任用，哪里有明锐刚宪的样子？你杀了欧阳宽，朝廷中枢乱作了一团。1日之内，御史台10几位御史弹章连上，参合你跋扈擅杀，专权任性。大王七郎君与中书诸相公皆压下了。倒是你自家，为何连封自便的奏表都不肯上？请先生过目。这是什么？温州阙税使、营田使、4县县令及大大小小31位官吏的服辩供状。既是证据确凿，为何不上奏？哎，这一来嘛，战事还未曾终了，官府的事还需有人来做。砍了一个知州也就罢了，若将这30几人全部砍了，那王兄和朝廷一时间也补不上这么多空子呀。捏着这些东西在手里，不怕他们不用心做事，更不怕他们胆大妄为，继续伸手。正所谓使功不如使过。这其二啊，这些证据里，桩桩件件都有程昭月的首尾。此时给递上去，我人又不在杭州，说不定让那贼子弄了几句言语，在王兄驾前便糊弄了过去，那岂不是白费一番功夫？待得战事终了，我回到王都，拿着这些证据，当着文武百官，当面奏于王兄，说不定可将此贼一举扳倒。先生以为不妥？郎君筹算的固然精当，却须知，这世上有些事情不能光算别人，也需算算自己。算算自己？郎君眼下的差遣是东南行营官军容使、6州都转运使，提举行营粮秣甲仗辎重公事。山岳社的事是属户部，拨役务该管。程昭月是内衙都监使，属上统军师胡令公该管。郎君越过胡令公户部拨役务来管这些事体，奏请过大王吗？我是大王亲弟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。郎君攻讦程昭月是为了私事还是国事？那自然是国事啊。私事才论兄弟，国事无兄弟。程昭月不过介选之际，福州之战，才真正干系国运兴衰。郎君是宗室，是先王之子，当知社稷福祉在个人恩怨之上。先生良言，红处谨受教。白夏浦大捷后，吴越军乘胜追击，与城中守军夹击南唐兵。唐兵溃逃，李仁达归附，福州
归属吴越。福州大捷。大王，福州大捷，唐军败退建州，福州守将李仁达上表自请归附，江东南面行军800里，陆路报捷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此为开疆拓土之功，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臣等为大王贺，大王万胜。